美国专家认为，美国在台海冲突中面临着苏伊士时刻的风险。中国大陆采用不战而胜的策略夺取该岛，将预示着美帝国的终结。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最近，《亚洲时报》发表了理查德·贾瓦德·海达里安的文章。这名作者在文章中称，中国大陆将采取不战而胜的策略统一台湾。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相对经济实力轨迹与其军事领域影响力的轨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时间。然而，中国一直是这一理论的巨大异类。在数十年的持续经济增长中，中国迅速实现了武装部队的现代化，同时增强其不对称的常规军事能力。这名作者认为，在过去的30年里，拥有上百万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扩大了其第5代战斗机，也就是我们说的第4代战斗机、航空母舰和核潜艇部队，同时巩固了其整体的指挥控制、通讯、计算机和情报监视系统。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舰队、规模庞大的海岸警卫队船只。与此同时，中国也在迅速增强其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即航母杀手反舰弹道导弹，比如说东风21D、东风26以及超音速反舰导弹。目前呢，还在积极的开发高超音速的导弹。那么，中国迅速增大其常规和不对称能力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统一台湾。中国的最终目标是在不打大仗的情况下赢得任何战争，使美国军队所进行的任何潜在的干预行动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正如一位中国专家所说的，最终目标不是要采取行动，而是要阻止外国势力干涉台海问题的企图。历史学家警告说，美国可能面临台海的苏伊士时刻，它指的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如何有效地结束了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在两岸紧张局势的背景下，军事因素尤其重要，因为自2战结束以来，正是由于美国海军的干预，从而使台海两岸分裂了相当长的时间。为了完成统一，中国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解放军的现代化。中国目前每年的国防开支已经达到2000亿美元的水平，仅次于美国。尽管美国仍然比中国享有显著的质量优势，但后者正在迅速地缩小差距。一项权威研究，在发生直接冲突时，各方将遭受巨大的军事损失，而到了2025年，美国的损失可能从重大发展到沉重。美国的一些专家甚至将中国描述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场，在那里即使集中60%的美国海军舰只，都难以对抗解放军。五大楼最近警告说，中国正在扩大陆基、海基和空军核运载平台，这可能在台海应急行动中为北京提供更可信的军事选项。中国希望采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即让每个人都相信，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会一路升级冲突的力量，而美国可能无法承受。美国军方关注的一个主要领域是中国目前正在完善其高超音速导弹的能力，这可能会破坏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并在发生冲突时瘫痪其整体的通讯系统、雷达系统。据外媒报道，在过去的5年中，中国可能已经进行了数百次的高超音速飞行器实验，而美国呢，仅只搞了9次。从种种迹象来看，中国正在加倍努力地发展高超音速导弹，而这种导弹既可以配备核弹头，也可以配备常规弹头，从而在非对称的常规作战力量方面占据上风。所有这些演习和部署的目的是阻止中国武统台湾的时候，任何潜在的美国和日本的联合干预。解放军训练的最终目标不是采取行动，而是阻止外国势力干预台海问题的企图。最终，中国大陆将会以不战而胜的方式来统一台湾。的确，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实力的增强，美国在台海问题上未来会面临着两难选择：单敢武力干涉很可能会导致其惨败，那么不干涉呢，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实现统一。从这个角度来看，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才是确保两岸和平统一的关键。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